各位现场来宾、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DG Times 2026永续科技论坛，我是主持人简永昌。今天我们真正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 AI 的算力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而另一方面，全球的能源压力与减碳目标也日益紧迫。真正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算力转向了绿色算力，这不仅是技术的挑战，更是企业永续经营的核心。今日的论坛，我们将从循环经济、制程优化、储能策略一路谈到 AI 如何驱动决策，探索科技产业的绿色新动能。现在就让我们欢迎第一位讲者，来自台泥集团的张耀元博士，为我们解析台泥节能减碳与 AI 转型。欢迎张博士。各位业界先进，大家好，我是台湾水泥工务部张耀元。今天很高兴接获 DG Times 邀请来参加此次盛会，跟各位先进分享台泥在节能减碳及 AI 应用的时机。今天我要介绍的大纲如下：台泥的永续发展、水泥制程的介绍、循环经济、台泥多元化低碳建材，以及贴合今日主题的台泥的 AI 转型及应用。最后呢，做个小总结。首先介绍台泥的永续发展。台泥从2017年启动新的识别，从原先众所皆知的3口品，转换成无限循环符号加上莫比乌斯环合成的品，强调更全面的气候承诺以及关怀承诺，更转型成为处理人类文明与大自然间复杂关系的绿色环境工程公司。台泥低碳转型的3大核心：低碳建材、资源循环、绿色能源。卫二3DN 到广阔海洋，开启台泥的大航海时代。从台泥的总部出发，一路向西发展，在2004年先至中国大陆，于2018年往土耳其和荷兰发展，接着2019年到葡萄牙，在2020年后扩展到非洲，最后2024年到英国。而这就是目前台泥整个大航海时代的版图。台泥全方位绿色转型，致力气候变迁减缓与调适，从工业、建筑、电力、交通及负碳技术方方面面的投入。图片中的项目都是台泥正在进行中的，只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台泥更提出 1.5 度 C SBT 承诺，在2025年1月 SBTI 已公告完成设定，对比基准年2016年要减少 27% 的碳排放强度。台泥近年来因应气候变迁，大幅推动减碳事项，并订定台泥2050净零路径与策略，包括替代原料、燃料使用间工业废弃物处理、低碳水泥、低碳混凝土等低碳建材的生产与推广，光、风、电、地热、储能等再生能源的开发建制，以其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水泥制程介绍。先透过初步让各位了解水泥制程后，对后续水泥的循环经济以及 AI 应用的话，可以更容易的了解。首先，各位看到的这一张图片呢，是台泥和平水泥厂，而中间这一栋呢，白色像鹦鹉螺的建筑物是台泥达卡再生资源利用中心，而它后面的话呢，就是水泥的生产制程。水泥的生产制程呢，就是从石灰石矿山开始，矿山石灰石经破碎输送到山下的石灰石均化库，再搭配其他的生料原物料、粘土、细沙、铁渣等，以及其他的替代原料，依比例共同研磨之后，再进入预热器煅烧，然后进入水泥窑进行高温的煅烧，产生出的半成品称为熟料，再搭配石膏及水泥胶结材共同研磨，最后形成水泥。而制造水泥的主要原料有石灰石、粘土、细沙以及铁渣。接下来呢，我们初步了解了水泥制程以及所使用的原料之后，我们要介绍的是循环经济，看水泥业如何减碳，
及当作城市净化器，成为地球的帮手。水泥产业占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概是7到8%，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呢，是熟料煅烧过程中石灰石高温分解产生二氧化碳。水泥的高碳排非原罪，主要是因为这个石灰石的原料经高温化学反应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因此减碳则成为水泥产业的环境责任。水泥制成中的碳排放来源有 63% 来自于原料，也就是石灰石， 33% 来自化石燃料，也就是煤炭，最后 4% 来自电力。而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的左上角的化学反应可以看出，石灰石的温度在900度 C 以上就会开始反应，而产生氧化钙和二氧化碳。因此，降低水泥制成中的碳排，就要多使用替代原料和替代燃料，来减少石灰石的碳排和煤炭的碳排。接下来我们看一段小影片，介绍关于台泥循环经济的理念。如果你曾经观看过一座森林的落叶，你会发现，在大自然里没有所谓的废弃物。凋零的落叶成了土壤的资源，让废弃物成为珍贵能源。水泥窑的1300度的热力是能量转换的力量。循环的再度开始，点燃出循环经济的一道曙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介绍如何做这个循环经济。这张图呢是介绍台泥协助产业进行废弃物的处理，像是半导体产业、电厂、钢铁厂等工业废弃物都可以当作水泥的替代原料，而环保业的这些城市废弃物、废塑胶、纸张、便当盒等和农业的剩余之材都可以当作水泥的替代燃料，且台泥也取得 VS8001 循环经济最高等级的认证。接下来我将用一段小影片来介绍台泥循环经济与城市净化器，让各位先进可进一步了解水泥的减废又减碳。然而，为什么水泥窑有能力能够处理这些工业无法去化的废弃物呢？关键就在于水泥窑具备的3高：高温度、高扰流、高滞留时间，让水泥窑成为处理废弃物最理想的设备。尤其是其超过摄氏1300度的高温与长时间燃烧特性，能有效将传统难以处理的事业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以台泥和平厂为例，它是台湾将水泥产业结合循环经济、环保与城市治理的代表性案例之一。我们协助处理多种事业废弃物，包括半导体业的氟化钙污泥、钢铁业的还原渣、电力业的脱硫石膏与飞灰等。这些事业废弃物本身就富含硒、铝、铁、钙，而4种元素正是构成水泥的关键元素，可以称为替代原料。这些替代原料会依照水泥的生料配比与石灰石、粘土、细沙和铁渣一起投进生料磨粉机中进行研磨，制成生料。均化后的生料会先经过预热机进行高温预热，接着生料会进入旋窑进行高温煅烧，超过摄氏1300度的环境，使其完成最终转化，形成水泥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半成品熟料。而替代燃料则会从水泥窑预分解炉投入旋窑中，与其他原料一同进行高温煅烧反应。接下来，让我们为您介绍哪些可以成为替代燃料。台泥和平厂也协助台湾环保业处理包括废木材、木屑、废塑胶及固体再生燃料等回收资源。这些物质能作为水泥窑的替代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对煤炭的依赖。所以，水泥窑不再只是一座生产设施，更是资源再生的关键角色，
它能将工业副产物转化为水泥的替代原料，也能将环保废弃物再制为替代燃料，实践我们减废又减碳的永续承诺。好，各位看完这段影片，应该对水泥在做这个整个循环经济，然后有进一步的了解。台泥水泥窑协同处理的范例，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片中可以看到，在台泥在台湾及大陆厂皆有设置相关的处理设备，例如处理生活垃圾、危险废弃物以及焚化炉产生的飞灰。那将这些收集到的废弃物经过妥善处理后，即可当作水泥的替代原料及燃料。那举例介绍这些相关的处理设备，分别为台泥的大陆广西贵港厂的固危险废弃物处理，大陆聚龙厂的飞灰水洗设备，以及台泥台湾和平厂的气化炉。台泥城市净化器将低碳、环保、节能、循环、绿色等特色结为一体。接下来介绍台泥和平厂气化炉加水泥窑的系统。以前我在外演讲的时候，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台泥协助处理花莲的生活垃圾，是直接进入水泥窑处理吗？答案不是的，生活垃圾是直接进到气化炉，也就是我们现在图片看到的这一栋白色像鹦鹉螺般的建筑物。那经由气化炉处理后所产生的可燃气体，再进入水泥窑系统。接下来就为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气化炉和水泥窑的系统。首先，我们看到这张图片的左半边，也就是气化炉系统。当生活垃圾送至倾泻平台之后，会从倾泻平台将垃圾倒入到垃圾除坑，再利用抓斗将垃圾抓取后，进入破碎系统。经破碎的垃圾再经由抓斗投入气化炉，利用气化炉500度的温度将垃圾进行分解，分解后产生的可燃气体会抽送至水泥窑系统当作燃料，同时达到减废又减碳。而右半边呢是水泥窑系统，也就是前几页介绍的工业废弃物来当作替代的原料和替代的燃料，就是从水泥窑进行处理。接下来就用一段影片来跟各位介绍台泥和平厂气化炉处理生活垃圾的过程。生活垃圾万万不可直接投入水泥窑里燃烧，主要是因为生活垃圾含水量高且杂质多，热值波动大，会造成整体制成不稳，需要先透过破碎去除水分，才能进行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泥达卡再生资源利用中心应运而生。台泥达卡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的英文名称是 Renewable Resource Recycling Center， 简称 RRRC。2023年7月28日正式运转，协助处理花莲县的生活垃圾。这是全台湾第一个水泥窑高温协同处理垃圾的场域。过去，花莲跟南投是本岛唯二没有焚化炉的县市，垃圾长期要运往宜兰立泽焚化炉处理，路程中排放2氧化碳，焚烧后还会留下超过20%底渣和飞灰，却另觅他处掩埋。这些都是花莲的痛处，因此台泥与和平村携手承担社会责任，导入这项新技术。我是抓斗操作员，因为固定式起重机它吊升荷重要在3公吨以上，属于危险性机械。为了安全起见，那我们每个操作员都必须具备固定式起重机证照。我们中控这边就是一个大脑，旁边都会有配一个电脑，是要随时看我们的温度变化，然后也要看窑部那边的温度状况，也要看抓斗那边垃圾的状况，然后再就是也要随时听对讲机，然后去联络现场人员，现场人员的安全跟现场设备的状况是如何。气化炉采用流体化床设计，当垃圾落在约500度 C 的石英砂上翻滚，就像糖炒栗子一样被持续搅动，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体会被抽送至水泥窑的预热器中使用。如此一来，就能减少煤炭的使用，
有效降低水泥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好，那这个小影片就是介绍这个和平再生资源利用中心是如何使用气化炉来处理生活垃圾。台泥从自主减碳到助人减碳，协助政府处理当地的废弃物，像是银合欢、废旧衣、巨大家具以及营建废弃物等。中间这张图呢，是台泥2024年在台湾协助处理10大产业的废弃物产量，大约在97万吨。接下来介绍台泥多元化低碳建材。首先介绍的是台泥低碳水泥普特兰石灰石水泥，减碳不减强度，可完全取代目前的普特兰一型水泥，更具减碳效益，并符合全球水泥混凝土协会订定的低碳水泥的规则。接下来介绍的低碳材料是超高性能混凝土 Ultra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简称 UHPC， 具超高耐久性、抗压及力学性能，可塑性高，可突破传统建材设计，为建筑工程先驱产品，从平面到镂空到曲面均可制作，已广泛使用于国际指标建筑及工程，可降低墙面的厚度，延长建筑物的生命周期。接下来介绍的是预铸型的 UHPC 材料。那它的材料分级呢，可看到是抗压强度从120到180 M 兆帕。像众所皆知的台北101大楼所使用的混凝土强度为10000 PSI， 也就是大约在69 M 兆帕。而台泥的 UHPC 强度则是这个101大楼所使用的材料的 1.5 倍以上。接下来介绍是 UHPC 现场浇筑型，可以直接在现场直接灌送之 UHPC 浆料，它结合了 UHPC 的超高强度、耐久性与良好的工作性能。那在这张投影片上的小影片可以看到说，它整个的流动性上非常的良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实例的分享，我们UHPC 呢有用在高工局的楼顶的防水工程，那它是利用现场浇筑的，因为 UHPC 的透水度跟大理石一样不易透水，所以会比传统的混凝土来适合做这个防水工程。同时，台泥也接轨国际，开发出适合 3D 列印的 UHPC 配方，为建筑添购新的生力军。由于3D 列印的技术可以实现复杂的几何造型，扩大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创意空间，无需传统的模板及过多的人力，减少浪费并提升建造效率。现今慢慢浮现的都市更新及老宅重建所产生的营建废弃物之问题，台泥也非常的重视。为了延续建筑物的最后一里路，台泥致力营建废弃物的回收与再利用，将废弃物转化为永续发展的资源。此张图呢，就是介绍营建废弃物的整个的处理过程。那我们处理后的这些营建废弃物呢，可以再把它做成透水混凝土，来调节目前因气候变迁产生瞬间豪大雨时，路面产生积水的状况。那这个就是透水混凝土的案例。那台泥的和平打卡再生资源利用中心的路面呢，就是使用这个营建废弃物来做成透水混凝土。台泥打卡再生资源利用中心呢，为台泥的低碳绿建组的示范中心，使用台泥的低碳建材、低碳水泥、低碳混凝土以及 UHPC 建造而成，荣获建筑碳足迹认证、低碳绿建筑候选认证，是唯一取得钻石级认证的传统产业。除了低碳建材和透水混凝土外，也建置了绿能系统、太阳能光电、风力发电和储能系统，将台泥转型的3大核心理念都在此呈现。而这个章节就是要介绍传统产业水泥业如何做 AI 转型及应用。
首先各位介绍的是台泥和平厂的智能矿山的应用，它是利用无人的电动矿卡搭配5G 的信号来进行矿山的生产的调度。无人矿卡可以依指令来进行自动的装填、安全的运输以及自动的卸料。那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影片来介绍智能矿山。台泥聚龙厂在2022年为水泥业界第一家进入无人矿卡及智能调度的示范基地。好，从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矿卡都是无人化的处理。那它的调度呢，是可以从中控这边安排好之后，拿来指定这些的卡车到运送的地点，将这些采集好的石灰石运送到所需要的地点。接下来呢，分享台泥对水泥制程运用 AI 的部分。那 Case 1呢是智能安全与环境的监控。Case 2呢是设备在线智慧监测。这个影片呢是台泥英德厂实际用无人机来进行的智能作业。影片中我们可以得知，利用热显像长镜头可同步于画面中显示，那设备的异常、管路的漏风、预热器的保温的脱落、明火的危害等，都是可以及时来做这个讯息的反馈。让厂端可更快速的进行作业的安排和维护。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段影片。好，那可以从这个影片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智能作业真的是可以充分应用在水泥厂里面。从整个搭配热显像以及长焦镜头，就可以来观测到我们设备的温度是否有异常，那是不是有明火的危害，以及电缆的高温，可以进行太阳能板的巡检、施工安全的检查、厂区的安保，以及3D 的测绘和建模。
接下来介绍的是 Case 2设备的在线智能监测。那这就是我们放置一个感测器呢，放在轴承、齿轮以及转动的设备，那可以及时的观测到设备在运转时的温度、震动、声纹以及频谱，来提早进行整个的维护的作业的规划。那数据呢，可以去实时的监测到系统的运作上是否有异常。最后做个结论，现在低碳的时代来临，碳价也上路了。水泥已非传统的普特兰水泥，而是后普特兰水泥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一场材料革命，而是一次系统性转型，涵盖一场技术创新、制度设计、产业结构与工程思维的深层次革命。台泥以水泥唤起凝聚绿色新未来，以低碳建材铸造绿色成新文明。此图3个阶段就是台泥低碳新能源的概念，从蕴含碳到云蕴碳都为业者考量。台泥绿色配方，低碳安全创新，减碳不减强度，与您携手迎向碳有价时代。谢谢大家。感谢张博士的分享，为我们揭示了低碳制程作为永续基石的重要性。有了宏观的循环经济蓝图，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在高耗能产业的实践路径，如从既有的设备节能进一步到流程的根本性重建。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勤丰实业的能源顾问为我们带来以高耗能产业的减碳关键路径为题的对谈内容。欢迎。如果说了解电比买设备还要来得重要的话，那么对于资源有限，同时面对转型压力的中小企业来说，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领航员的角色来陪跑，对他们来讲应该非常的重要。那么勤丰实业正好就是扮演一个这样子的能源顾问关键角色，不只是提供设备，更透过了完整的解决方案来协助企业从能源的体检开始，循序渐进的找出最佳的节能策略。不过这个过程当中究竟应该要怎么样的执行？让我们欢迎勤丰实业能源顾问李毅为我们好好的解答。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勤丰实业的能源顾问李毅。我们其实知道，其实目前现在中小企业都面临到这个所谓电价上涨，还有同时也有这个净零转型的这个双重压力其实都存在的一些相对的挑战。那究竟为什么勤丰实业会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顾问型的整合者？同时呢，在协助企业从刚所提到的，从买设备到这个所谓的懂电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又怎么样去建立跟顾客的这个技术底蕴还有信任 ？OK， 没问题。因为我们身在台中，那其实我们公司过去20年服务的客户都是半导体以及中小企业，包括工具机行业。那我们常常在拜访客户的过程中呢，会听到他们对于能源上有一些解决的需求。因为台湾的电价也逐年上涨，所以说电费这件事情呢，跟能源够不够这件事情呢，是他们目前蛮重要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点。那我们以前原本是单纯的买卖硬体设备。那看到客户有这样的一个能源的需求必须解决，所以我们才重新调整我们的业务方向，想要提供一个一站式的能源顾问服务的角色。李，其实我们也知道，勤丰它整合了这个以能源来说的话，它包含了像是从监控，然后呢节能，然后创造，还有储存这4个不同的面向。那它其实强调就是一个模组化的设计，所以对于这些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这套系统怎么样去落实这所谓不需要一次性到位，而且非常具有弹性的这个配置，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李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是的，应该说，因为你要了解你的能源状况的话，你必须一定要先有监控，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监控系统去针对你的用电需求去做一个把脉的动作。你往往你后面做的方案都会是浪费的，是对，或者说你的效率并没有投放在最高的位置，对。那这个时候，因为毕竟它的能源的设备是比较昂贵的，那这个时候就会降低企业主会去愿意投资的意愿，对。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监控、节能、创能、储能这4个模组拆开来，对，我们并不需要一次性的做建制，我们可以分段来进行。例如说，我可以先单纯的去做监控就好了。我知道说，我的总用电，我的办公室用电，那或许在监控的领域，你就可以满足你的能源需求了。因为我们也有个客户，他是一个卖场，
对，他就发现说，他的早上9点就会有个用电突破，每天早晚都有一个用电突破，造成他的气会被罚钱。就是那后来装了我们监控之后，发现是什么？因为早上9点大家上班要开冷气，对，所以一开冷气之后呢，就会有个用电突破上去了。那他那个时候就决定说，那让员工提早半小时先开冷气。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只要搭配监控，他就能解决他的能源需求。对，那进而如果说你的设备环境、你的灯光、你的马达是属于比较老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一个节能这个部分，没错，可以搭配智慧灯光或一些马达的自动控制，搭配节能也可以有个不错的效果。那如果说客户的场域啊、领域的空间是足够的，他们也会需要一些绿电，因为现在世界在讲净零碳排嘛，对，还有需要绿电的扣打，那它也可以搭配太阳能系统来做一个微电网自发自用的一个措施。那你有创能之后，你就必须得有储能系统。那我这个时候也会看客户的需求呢，来添购它的储能设备。那从小到大就用我们的数据来分析。但是看起来，其实启宏实业真的是很客制化的，对于企业他们不同的产业别啦，或者是它的状况来去给予正确的就是这个顾问式的这个建议，还有解决方案的导入。其实这部分其实对这个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不是其实在这个成本上面确实也是有很大的显著效益的这个节省？因为它其实省了能源的这个电之外，它其实也帮助他自己在投资上面也可能有了一些节省。是的，没错，因为刚刚说的不同行业别，它的建筑、它的不同的使用方式都不一样。那所以我们把这个4个模组拆开，去对应到客户最实际的需求状况，然后再去做精准投入。对于业主来说，他的投资效益、他的使用状况会是最有效率跟最快可以得到回收的一个状况。李毅，你刚刚其实提到这个所谓的节能、节能，然后创能呢、储能这4个不同面向，看起来其实应该是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做一个很完整的监控。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启宏实业有打造一个所谓的 ePowerOS 的这个能源管理系统。究竟这个能源管理系统在这个所谓的开放式架构上面，还有数据监控上，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优势？那同时，它要如何透过这个所谓的视觉化的这个管理，来让监控者能够做很全方位的监测？是的，没错。要满足刚刚所说的有效的去投放我们的解决方案呢，会需要一个管理中心，对，那也就是我们的 ePowerOS。那这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那因为这个系统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数据收集的核心，那可以再看到我们是可以收集传统物理量的 sensor， 像电力啊、温度、湿度等等的数据收集。那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针对设备进行控制，像例如冷气、空调、马达、灯光等等的。那这2个就会所谓组成刚刚的监控跟节能。对。那下一步我们也能搭配新能源，像太阳能跟储能，来满足后面的创能跟储能的一个系统架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的画面呢，跟我们的资料收集呢，可以看到你的用电的数据分析，你的用电突破等等的。那再进而带到我们的设备控制，像 AC 开关、冷气控制、灯光控制，再进用我们的系统画面。可以简单的做时间排程，或者一些逻辑控制。例如说，你可以选择你要在哪一个楼层，举例5楼好了，你的总用电超过20 kW 的时候，我把冷气关掉 ，OK， 来自动卸载，来降低一些能源的突破。或者说，你也可以在超过20 kW 的时候，我把储能投入，来让储能去补足你的尖峰用电。对，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呢，可以有一个控制前跟控制后的一个有效明显的一个差别。所以其实这个管理平台因为它现在面临到现在这个市场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技术应用的应运而生我好奇就是启宏实业对于这个应用平台来说，有没有什么样子前瞻性的未来的想象？这个画面是不是能够也请你跟我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当然是有，因为像这个时代未来就一定是 AI 的时代。对，那AI 并不是要来取代人类，它是要来帮助人类提高你的工作效率，跟资讯收集。没错。那当然，我们系统未来也有搭配 AI 的一个设计在里面，因为我们有针对工厂内的电力、湿度、温度的物理量的侦测，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你们有没有听过数位孪生？有，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 AI 的一个空间里面打造你的工厂，它可以针对你的工厂的一些数据做数据模拟，对，然后进而提供一些解决方案。那因为我们是数据的收集的核心，所以说这是我们对未来想象，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你们工厂的数据，所以说在我们的演算法里面可以有一个你的工厂的一个预测模型。是，那我们随时的能源的产品都会在推陈出新嘛？对，没错。那我们就会看你这个工厂用 AI 去运算，你适合哪一个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去精准的去投放在任何的角落。那这是我们大概对于未来的 EOS 以及 AI 的整合的一个想象。所以这个孪生的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也能够先透过算力的方法 AI 的帮助，让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能够先在虚拟的环境里面知道说，未来我的营运上面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而勤丰实业又有什么样好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它？它不用马上就投资，它马上就投入，可是其实可以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让它先看到，那可能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成本上其实也是有所帮助的。是的，没错，它可以先用预测、分析、模拟，先知道说我的投资的回报周期，那它可以再评估要不要真正的花钱去建置这样的设备。懂。李琦，从你刚刚的分享，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勤丰实业确实从这个能源顾问的角色，提供给就是中小企业非常好的一个策略跟解决方案，还有就是一些不同的服务内容。不过我觉得对观众来说，其实少了一个画面感的想象，是不是可以请李毅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的 case， 让我们可以知道说究竟怎么样子透过数据来提升这个企业的实际的这个竞争力？OK， 好，没问题。就是确实我们在能源这个范畴里面呢，它因为看不到，对，所以它比较空泛一点。那确实会需要一个 demo 案场来进行这样一个跟客户的介绍。对，那我们勤丰本身呢，也在我们自己的台中的大楼，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安装。所以我们不只是卖设备，我们自己也在深度的使用它。没错。对，好，那我们一开始呢是在我们的大楼装了全面的数据监控。是。那我们在勤丰台中呢，它是一个5层楼的建筑，所以我们在1楼、2楼、3楼、4楼、5楼呢，都装了我们的侦测回路。对。那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呢，它的5楼用电是最高的哦，就平均1个月大概用了3000度电左右。是。对。那它也是第1名，所以最后公司决定在我们的顶楼安装了一个13 kW 的太阳能系统。对。针对5楼呢进行精准的用电节省。OK， 因为这是刚才说的，我们安装太阳能系统，它会创造能源，对，来降低你的传统能源的使用。所以安装完之后呢，发现我平均本来每个月是3000度电，是，那现在会落到大概变成每个月大概是1900度电。从本来每一天的72度电的使用量，现在变成大概39度电。是，对。那从中的差别就是因为我们装了太阳能系统，有补足了一个自然能发电的一个效能在里面。是，对。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数据回测呢，发现，我们平均每一天呢，太阳能发电大概是42度电左右。对。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建制的周期跟一个回收周期呢，我们都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设计。对。那一个是我们办公大楼的一个示范案例，没错。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一个食品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对。它也我们当时也是进去做了一个他们全部电表的一个数据收集，是发现它一天大概会用到1000度电左右，其实蛮吓人的。对，那业主看到之后呢，他们决定做什么？先针对办公室，先装储能系统，先让他们停电的时候呢，不会被影响营运。对，没错。所以说决定在他们的3楼、4楼呢，装了我们的储能系统。所以可以看到数据呢，他们本来的用电呢是白天会耗电。那装了储能系统之后呢，它变成离峰才耗电，是尖峰时候呢就不需要台电的电费了。是，那这个也可以解决一个尖离峰的一个电价差问题。那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降低尖峰时候对台电的一个用电的一个需求。就看起来这些所谓的小投资、这些显著成效的这种务实模式，究竟对？因为刚刚其实也举了这个所谓的食品加工业，他们其实就是这种传统产业。对于这样的产业来说，它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示范的意义？是不是可以请李毅说明一下 ？OK， 这个大概会分成2个层面，就是一个是来节省他们的营运成本。是，举例说，我像刚刚说，我可以精准的把我的方案设备
精准投入到它必须去使用的环境里面，它可以进而降低你对于台电的电费成本。是。那另外一个是像刚刚说的食品加工厂，他们是针对他们的营运单位要做电力备援，对，因为往往停电之后，它的营业损失反而是更大的。没错没错。对，那你没有一个数据监控，你反而不知道我的备援设备该怎么设计。对，所以说它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帮助这些传统工厂了解它的系统，了解它的电力，然后进而去做一些准备跟预备，来让它的营运做一个永续化的一个设计。所以其实听起来，从刚刚李毅的分享里面可以发现到，其实能源管理真的不是一个所谓的一次性的工程哦，就是它看起来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然后逐步的一个过程在演进的。所以其实看来未来其实不管是从勤丰事业的角度，或者是说跟着客户这样长期的合作，它是一个极具有个耐力赛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好奇就是在未来。勤丰事业会怎么样透过这个长期顾问的这个关系来协助企业？因为企业其实还是会不停的成长嘛，所以他们在不同的这个阶段里面，你们会怎么样去给予一些对应的能源策略？那么同时，当净零碳排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来看的话，我们又可以如何来帮助客户从这个成本的概念，然后转移到这个所谓的数据竞争力？ OK， 是的，因为能源这些事情呢，它确实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服务。因为随着你的客户的成长，它的扩产、它的产能的调整，它的能源是会高高低低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刚才说我们是要做一条龙的服务，就是一站式的服务？因为我们就想提供客户的，只要有勤丰在，就是你的用电就不用担心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性质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的系统啊，我们也都是放在云端上面的。那我们也是放在亚马逊的 AWS 的上面。那我们也会有 AI 的角色在里面，它会实时的帮你的数据做一个监控。那会在你需要新的能源解决方案的时候呢，它也会精准的去推播，会去推荐你说，你现在或许适合再多装太阳能板，或者说，你现在可能适合装多少的储能，那它的回报周期会多久？就我们会用一些 AI 的方式来去持续的针对客户的数据做一个长期的数据监控，然后进而提到后续的永续服务。所以这4个不同的环节，还有透过像这样子能源管理系统的搭配，就会变成是根据客户他的整个企业营运的成长的脚步跟阶段，来给予比较客制化跟合适他的这个节能的方案。它不仅在成本上面可以节省，可是在能源的管理上面，其实也会有相对的效益。是的，没错。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李毅的分享哦，确实这个所谓有勤丰在，其实就不需要担心哦。其实中小企业在面对到这个所谓的能源转型、净零碳排这样的议题的时候，看起来如果有像勤丰事业这样子的顾问角色协助陪跑，那么对未来其实就会变得更加的顺利，循序渐进的去优化自己的能源策略，让节能从过去其实我们认为是成本的负担，到未来它是一个竞争的优势。我们再次感谢李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谢谢。谢谢勤丰事业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看到从点到线的节能策略。当我们在生产流程当中追求效率的时候，稳定的能源供给也是成为关键。过去储能系统常常被视为备援电力，如今因国内外日渐严苛的环保法规，它已经成为了企业能源不可或缺的标配。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明耀科技与壳牌的专家，将透过企业储能系统在能源转型中的新角色议题，来分享产业的见解与剖析。欢迎。当 AI 驱动永续竞争力的这个背后呢，能源其实就是这一切的基础。特别是随着这个算力急剧的提升，过去这个所谓的备用电力，在现在已经快速成为企业营运韧性的这个标准配备哦。那么用电安全更是当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个环节，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台湾储能的这个解决方案专家明耀科技，跟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企业储能系统在能源转型当中的一个全新角色。让我们欢迎明耀科技的董事长王孝扬，欢迎。主持人好，我是明耀科技王孝扬。董事长好，其实我们刚刚就有讲到这个所谓的备用电力到这个标准配备哦，其实我们观察到这个所谓企业对于这个储能系统确实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变，不过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环节驱动这件事情发生？那么同时在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下面，是不是您也看到了企业客户在能源管理上面有了一些全新的挑战产生？ OK， 我想过去企业把储能当成大号的不断电系统，
是为了防范万一断电，但在 AI 时代，驱动转变的关键痛点有2个，一个是高电力品质需求，另外一个是电网稳定性的挑战。AI 算力中心在运作时，电力负载会随着模型的训练与推论的需求产生剧烈的喷发与波动。传统电网往往难以瞬间反映这种高动态的需求，那导致电网不稳，这对精密且昂贵的晶片是致命伤。因此，企业现在导入储能，是为了将其作为一个电力的一个蓄水池，确保电力供应的很稳定。那此外，随着企业追求 RE100 净零排放，大量导入再生能源后，再生能源的间接性成为企业能源管理的新挑战。储能系统成为调度再生能源平滑负载曲线的标配。简单来说，没有稳定的能源支撑，就没有永续的 AI 算力。明耀科技正是站在这个浪尖，提供企业在 AI 转型中最坚实的能源后盾。董事长，我们知道，其实企业在导入这个储能系统的时候，2件事情非常关键，一个就是安全性，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稳定性。那因为明耀科技其实长期的跟壳牌有合作，那发展这个所谓的静默式冷却技术，究竟这项技术它怎么样去彻底解决传统储能方案的痛点？是不是可以请董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传统储能最怕热失控，就是所谓的 thermal runaway， 不管是气能还是液能的散热技术，都存在冷却死角。而明耀科技的 LiquidShield 全静默冷却技术，是从物理层面上达到最安全的保障。我听起来其实真的很不错，而且我们好像也有来自这个英国的这个壳牌有现身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听听他们的这个分享观点？ I'm Richard New, and I'm a General Manager in Shell's Immersion Cooling Technologies organisation.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s, or BESS, are a key enabling technolog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w the world generates and consumes electricity. It's no longer just backup, it's now core infrastructure for grid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And as electrical grids integrate with more intermittent solar and wind power, safe and reliable energy storage becomes essential to grid stability. Well, effective thermal management isn't just cool, forgive the pun, it's a necessity. Battery fires threaten progress, creating costly downtime, regulatory delays, and community resistance. So we're excited about our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with Etica, who are paving the way towards new benchmarks for energy storage innovation. Together, we are working to eliminate the risks of thermal runaway and fires in BESS systems, and to ensure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nergy storage is safer, smarter, and ready for the future. Safety is Shell's top priority. Etica's battery immersion cooling technology features dielectric, fire ignition resistant and non-hazardous ester liquids from Shell. By fully submerging battery cells in thermally conductive but electrically non-conductive liquid, specifically engineered for high fire point performance, battery systems can deliver more consistent thermal regulation, improve degradation control, and enhance safety characteristics for BESS applications. Well, our collaboration with Etica reflects how shared expertise can accelerate transformative solutions, leveraging Shell'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our global footprint, and trust in our brand. The collaboration will spearhead industry-wide education initiatives aimed at informing customers, regulators, and strategic partners about the transformative benefits of immersion-cooled BESS architecture. And by driving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Etica and Shell seeks to accelerate adoption and set new benchmarks for energy storage innovation. OK， 除了这个壳牌的分享之外，董事长其实想进一步跟您请教，在这个技术上面，它有没有哪些具体的突破，让我们在协助产业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系统设备上面，是不是可以请董事长跟我们进一步的说明？好 ，LiquidShield 的关键突破在于无死角的热交换，电子芯完全浸泡在冷却绝缘的液体中，热量能以最高效率被带走。彻底排除了因过热引发火灾的风险。那第二个，物理隔绝的氧气，我们知道
只要没有氧气就不氧化了。是，那燃烧也需要氧气。浸没式设计让电池完全与空气隔绝，即便单一电芯发生异常，也能迅速被冷却液控制，不会产生连锁反应。是。那最后效能的提升的部分，因为散热效率更高，我们可以容许更高密度的电池排列，这意味着在同样的空间内，我们能提供比传统方案更高的蓄电量，且能源使用效率大幅的优化。我们与壳牌以及台湾电源大厂的合作，正是为了确保这套系统从化学液体配方到电力整合都能达到全球最严格的安全认证标准，让 LiquidShare 成为企业最放心的保险箱。董事长，其实每次提到这个储能系统，对我来讲，我其实都会想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资料中心哦。不过从您自己的观察来看，究竟还有哪一些场域，其实它目前正在从这个过去我们所谓的选配变成标配，是不是可以董事长分享一下？好的，除了大家熟知的资料中心，我们观察到以下产业也正将储能列为标配。对于用电与排碳大户而言，储能系统不仅是达成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10% 的绿能义务最直接的合规路径，更是确保设备免于断电损失的关键保险。同时，透过削峰填谷，实现电费的优化，将能源管理从纯粹的营运成本转化为兼具法规、安全与经济效益的永续竞争力。另外，在半导体与精密制造业，压降几毫秒就可能导致数亿元的这个资金的报废，储能是生产线的最重要的保命符。那在极端气候地区的能源基础建设，比如我们布局的中东与北非地区，在高温沙漠环境下，只有 LiquidShare 能稳定的运作。我们其实从刚刚这个影片可以看到这个明耀科技在这个技术上面的布局不过其实我想对观众来说，可能还少了一点点画面感的想象所以是不是可以跟董事长讨一个 case 跟一个案例的分享，让董事长可以告诉我们说，如何具体的透过这个部署储能系统来实现这个能源调度的弹性，或者是保障安全以及成本的优化。OK， 有一个具体的案例的分享。面对国内用电大户的条款，国内某一家非常知名的水泥领导厂商，在规划其能源转型路径时，不仅追求合规，更将营运绝对安全视为核心指标。因上述考量，他们选择 Etica LiquidShare 的储能设备。是我这边首先跟大家说明，水泥工厂的作业环境那是极其严苛的。对于传统的储能系统，不管是气能的技术、液能的技术而言，
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物理挑战。高浓度的粉尘环境，水泥制成中产生大量的石灰石、熟料的粉尘，传统气能系统依靠滤网与风扇的换气，粉尘极易堆积在电路板与电池的间隙，导致散热失效，甚至引发电器的短路。那在极端的高温与热辐射下，旋摇与冷却机周边环境温度极高，且常伴随强烈热辐射。传统冷却方案在这种背景环境下，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电力于空调降温，电池热失控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增加。那在强烈的震动、重负荷的运作，厂区内重型的碎解机、研磨机运作时产生的持续性的微震动，对传统的电子模组的连接件与冷却管路稳定性也是一大考验。该水泥公司在经过多方的评估后，最终选择明耀科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关键优势。第一个，全密封防尘的设计 ，LiquidShield 全静默冷却技术将电子芯完全浸泡在不导电的绝缘冷却液中，系统呈现物理性的全密封状态。这不仅彻底隔绝了水泥粉尘的侵扰，更避免了电化学的腐蚀，大幅延长设备寿命，并降低了维运的成本。从源头杜绝火灾，水泥厂属于高资产、高风险的环境。全静默的技术利用冷却液的物理特性，能迅速吸收并均匀地导出热量，确保电池在极端高温的厂区下依然维持稳定的温控。更重要的是，冷却液具备天然的灭火性能，能从源头阻断掉热失控发生的可能性，确保企业最核心的生产设备财产不受火灾的威胁。最后，在韧性与永续的兼具的部分，透过明耀提供的稳定储能方案，该公司不仅轻松达成了10% 的绿能合规要求，更实现了能源调度的弹性与生产线的供电韧性，成功将法规成本转化为永续的竞争力。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有具体的成效哦。董事长，其实我们想说，再把它拉回到我们这次论坛的核心哦，其实叫做 AI 驱动永续这个概念哦。所以其实储能系统的这个运营还有这个维护上面，就是 AI 跟数据它扮演了什么样子的关键角色？而且另一方面呢，明耀科技怎么样子透过这些数据来预测，包含像是电池的健康度，或者是说优化充放电的这个策略，来从而提升整体系统的安全系数，还有这个投资的回报率。在明耀，我们认为软硬体的妥善整合，才能决定真正的系统安全性。是 AI 在储能系统中扮演着大脑的角色。我们利用 AI 与数据分析进行3层面的优化，预测性维护。透过对电池的充放电曲线、内阻、温度的连续监测 ，AI 能在电池发生异常的前几周就预测出潜在风险，实现先知先觉的维护，而非后知后觉的补救。另外，动态充放电的策略 ，AI 会根据企业内部的用电习惯，自动优化储能系统的调度，让每一度电都用在最低的成本里面，价值最高的时间点。那最后在寿命管理的部分，透过数据分析，精准控制电池的 SOC， 也就是所谓的核电状态，我们可以有效延缓电池衰减，将储能系统的运作寿命延长20% 以上，直接提升了股东与客户的投资回报率。董事长，其实我们也知道，一个高效的这个储能方案哦，它需要透过这个软硬整合做到一个深度的运作。那同时，它可能还要跟既有的这个所谓的能源管理系统进行搭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观察到哪一些常见的技术挑战，还有就是标准相容性的问题容易发生？那同时，客户在导入的时候又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是不是可以请董事长说明一下？储能整合最大的挑战在于协议与通讯的破碎化。不同的电池厂、逆变器厂与既有的 EMS 系统往往沟通不流畅，因为都是客制化的。客户在导入时应特别注意，第一个标准化的界面是否符合国际的标准，如 ISO 9001或者通讯的 protocol。那在扩充性的部分，当未来需要增加储能容量
或整合微电网时，系统是否有足够的弹性。明耀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致力于将 LiquidShare 打造为一个模组化的标准，减少客户在系统整合上的阵痛期，让绿能转型能快速的落地。那也由于我们持续的跟太一的电池，像车厂的太一电池，它提供了很多太一电池，让我们去做模组化的测试。那我们在明耀的研发的团队，在 D2D 的这个技术上面持续的突破，所以我们未来可以提供给客户的，不只是用全新的电池做，甚至3年使用之后的电池，5年使用的电池，可以跟全新的电池再并在一起使用。我想这样的扩充性是可以符合绝大部分客户的需求。没错。最后，我其实想跟董事长讨教一个关键的这个建议哦。对于这些还在思考要导入储能系统的企业来说，董事长您会怎么样给予他们一些关键的建议跟想法？那同时，企业又应该要如何去思考，才能确保储能投资真正的成为驱动永续竞争力的这个所谓绿色新动能，更将这个安全作为这个最高原则的考量。OK， 对于计划导入储能企业，我有3个诚恳的建议。第一个，安全是不能妥协的。储能系统的建制往往紧邻生产线或者办公区，一旦发生火灾意外，损失不只是设备，更是品牌的信誉。这就是为什么明耀坚持推广 LiquidShare 全浸没的冷却技术，因为安全是储能作为驱动永续动力的一切前提，而且是基本的前提。第二个，思考系统整合性，而非单买组件。储能不是买几个电池柜，它需要与现有的 EMS、电网及厂区设备协同。建议企业寻找具备软硬体整合能力且有跨国合作经验的伙伴。最后，从总体持有成本角度看投资，不要只看初期采购成本，要看维运成本与效能衰减。浸没式系统虽然初期投入较高，但因其寿命较长，散热能耗低，空间占用小，长期的总体持有成本反而更具有竞争力。非常感谢董事长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哦，同时我们也感谢壳牌从英国的连线。那么对于这个对谈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企业呢在这个储能系统当中呢，已经从过去这个被动的保险转为主动的能源管理枢纽，从确保用电的安全到优化成本，甚至还可以结合 AI 来提升整个营运的效率。储能作为标配的这个价值，其实已经成为了企业未来的显学了。我们再次感谢明耀科技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董事长，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我们感谢明耀科技跟壳牌的分享，让我们理解到了储能系统如何在安全无虞的前提之下，提供企业更具弹性的用电策略。我们有了低碳的制程、节能的设备、智慧的储能，那么最后一块的拼图就是如何用数据跟 AI 将这一切串联起来，打造一个智慧的永续决策中枢。我们今日论坛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将探讨生成式 AI 的下一步，企业需要的不只是聊天机器人，而是能自主行动的 AI 代理平台。让我们欢迎台湾 IBM 软体销售顾问李建志，欢迎。好，大家好，我是 IBM 的 JJ。今天很高兴到这个场合跟各位分享生成式 AI 的下一局。从过去我们导入很多 ChatGPT， 现在很流行这样的情境。到很多 LLM 的模型，大家在企业的应用上始终发现它缺少了很多东西。到底缺少了什么呢？其实缺少的是整个自动化的架构与闭环。透过自动化的架构与闭环，可以让我们在整个生成式 AI 的导入上来得更好。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为什么你的企业需要用 Agentic AI 来驱动整个，不管你的 AI Ops、FinOps、IAC 还是一些资产治理的架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市场上的状况。目前市场的洞察来看 ，ChatGPT 或 LLM 模型这样的架构，只是企业的嘴巴，让我的员工在使用上还可以。但是真的走到企业级的应用，它就会发现非常多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说，它只能够读取，并不能背上你现在的环境，或是你现在整个企业的状况跟问题来做上下文的确认。我也希望这个 agent 能够帮我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需要局限它的权限管理，以确保它不会执行额外的一些 trouble， 能够做一些主动执行的架构。这个是现在大家希望能够透过这些 AI 科技，能够帮助我们在实际的应用情境上做一个 reality 的使用。
所以我需要的不单纯只是既有的 LLM 作为嘴巴，我需要更多的是 Agentic AI 的双手。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 reality。OK， 很多的断层是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工具，我在监控上有很好的工具，我在财务管理上 FinUp 上有很好的工具，我在这个资产管理上有一些工具，甚至我在infrastructure 部署上都有一些很好的工具。可是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你可能从不同的vendor 手上去购买这些工具，他们彼此之间的整合非常的困难。所以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其实还是在一个 silo 的状况底下，一个一个透过不同的 team 去使用不同的工具来解决。工具是很强大没有错，但是各自为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我们来谈一下什么叫 Agentic AI。Agentic AI 的概念，它希望能够透过一个 AI 的架构，透过一个代理式的 Agentic， 帮助我们去调用各种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些非常完美好使用的一些工具跟架构。从过去我只能用对话形式的方式，到我可以让它去做 action。所以互动方式从被动的回答你的问题，到能够主动的透过情境的了解 situation 的判断，做主动决策，甚至做到执行。所以以前只能做文本的输出我做简报，做 slide 没有问题，但到现在它能够透过 Agentic 的架构去让不同的工具之间透过 API 的架构去做一些调用跟使用。最终的目的要把任务完成，而不是单纯的给你不同的资讯，甚至帮你写程式。所以用一个 vibe coding 现在很流行的 term， 自动化不单纯只是帮你写程式，而是我给它一个 task， 它能够自动化的去完成。所以用 Agentic 来看，我到底有哪些事情我需要去注意呢？大家都想导入 Agentic，它需要一个很好的 LLM 的模型，它需要有一个很强的 integration 的能力，我需要把它的 boundary 给限制出来，到底这个 Agentic 可以给我做什么，也就是我给它什么样的任务，它就有什么样的执行的权限。最重要，它有能够调用跟协作的能力。所以需要这样的大脑，整个系统才能够顺利的运作。那 IBM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供了整套 automation 的 platform 跟产品跟架构？因为 IBM 整个营运的 automation 自动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我们达到高效、弹性、韧性的营运模式。所以您可以看到整个 IBM 架构的 portfolio 在自动化的领域上面，我们有从财务为角度出发的 FinOps 解决方案，从财务为角度去做整个技术投资创造商业价值的 ROI 换算，到分账节省成本，整个 ARM 的 Toponomic， 一直到我整个营运部署的自动化，包含我标准的 IAC 的工具，自动流程排程的自动化部署的工具的 IAC， 甚至到彼此之间要做权限控管的精要管理都有相对应的解决方案。这个是除了部署财务的角度为主，另外是整个可观察性的平台来说，透过监控集中化的 AIOps 的架构，能够帮助我们把整个流程从监控到部署，到问题的发现，到解决问题，到最后自动化解决问题，甚至你会有一个完全无感，你甚至不知道我的系统曾经出过的状况的一个架构，能够做到一个自动化的盘算跟部署。透过 APIM 的整合平台，能够让彼此之间的流程做一些调用跟处理，这是整个 IBM Automation 我们所提倡的一个解决方案跟架构。所以用不同的流程来看，在Asset Management 在 TBM 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优化跟节省你基础设施成本的一个架构，能够在不同的 IT 资产之间做一个资产的可视化。当然这件事情也能对应到不管我要做 ISO 的稽核 ESG 的整合，或是其他的一些认证都能够做得到。整合到监控跟自动化的平台，能够透过自主性的观察，而不是被动的收集事件的发生，而是自主性的观察去优化整个 infrastructure 的状况，能够预防跟提前修复我的事故。这个目的最终要能够提升整体 IT 的韧性，并降低什么样的风险。部署的弹性，从整合面上来看，透过 API 的整合，透过混合的部署架构，透过标准的部署平台，能够快速做跨地、跨云、跨架构之间模式的整合部署。
那可以搭配前面提的2个不同的方案，不管是节省我的成本，还是优化我现在系统运作的 capacity， 都能够透过整合平台来做完成。以上这些事情做完之外，我一样要有一个安全性的管理架构，我要能够附属我的 agentic 一个对应的权限，所以有对应的金钥、身份、服务的管理政策跟架构，到最后有整个 infrastructure life cycle 的管理自动化。云端应用上的一些基础设施的自动部署等等，都可以在整个 IPM Automation 的 platform 里面去做完成。这是我整个您可以看到整体的架构，从左侧监控的自动化开始，透过不同的面向去做资料的收集，最终达成一个自动化部署的流程跟架构。所以能够自动化的侦测问题，能够自动化的找寻问题，能够自动化的解决问题，甚至自动化的去优化我所有的流程。当然，这很多的自动化需要有透过流程跟人工的方式来做一些调教，但是最终的目的，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节省非常多的成本，提高不同的 capacity。在右边你可以看到整体在财务的分析上面，透过整个Apptio 的财务管理架构，能够帮我有效的去做成本的优化以及整个架构。整个 automation 的方案除了上述之外，我有非常多的面向，从application integration 的角度为主，从 infrastructure 自动化的角度为主，从优化程式与资产财务的角度出发为主，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方案。这个是有机会可以跟各位，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透过 IBM 来帮助各位去做一个完整的数位转型，在这些面向上面。整个 AI 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整个 IT 生命管理周期的一个架构，从应用程式的角度，再到基础架构，再到安全，再到技术。过去这些事情是非常 silo 的，我们可能透过 DevOps 的流程可以做一部分的整合，但是我要把全部的事情从部署到 infrastructure 的优化，到安全性的管理，到整个 technical 的自动化等等，这些事情要能够全部整合在一起，可以透过 IBM 的 automation 平台来做这件事。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谈这件事情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前几年应该前一阵子有一个研究在说，95% 的企业在导入大语言模型做 agentic AI， 做 AI robot， 做这一些互动式的 AI 模型里面，大概95%的企业最终是失败的。那归纳于3个原因，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只思考我们用哪一个模型，我们只思考我们用哪一个 LLM 模型来帮助我，我们只在这边做评比跟测试，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是，这个流程要怎么样bundle进我现在的系统里面去。第二个，我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自动化平台来 support 我的 LLM 模型。所以我在每一个资料的串接上面，每一个平台的部署上面，我就需要花非常多的人工跟时间去完成它。所以有一个完整的 automation 的平台，不管从财务的角度出发，从部署的角度出发，从监控可视化的角度出发，都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把这个语言模型，把这样的流程给导入进来。第三个，我缺少了一个工具之间沟通的平台与管道。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谈 MCP 的一个架构。它其实是 AI 时代的一个我开玩笑讲，它是一个 USB 的插口。过去我把很多系统刚刚看到的很多工具之间要做串联，要做整合，我需要不管是用coding 的方式去撰写很多的 platform， 还是我要做很多 API 之间的串接。现在透过 MCP 的架构，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架构，它就能够自动串接标准的格式，把所有的流程跟数据做一个整合跟集中。所以 MCP 为什么是 Agentic AI 的救星？因为它能够很 fully support 我所有需要的流程。所以用这个来举例我以前过去我要从 Salesforce 上面，我要从 ServiceNow 收很多样的资讯下来，让我的后面的公用系统去做一些处理。其实透过 MCP 的架构，因为它都能够 support 相对应的 API 跟管理跟流程跟资料，所以它能够把情境都出来，自动的去做这样的执行。角度来看譬如说从FinOps 为角度来看，以前我们大家在做 FinOps 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流程主要都是在收容报表。但是如果透过 Agentic 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会发现我除了把 FinOps 跟一些监控做一些整合之外，我也能够把部署做一些整合。所以当我发现我有
浪费我的资源的时候，透过监控的流程，我可以发现 ，OK， 这个资源是被浪费的，这个资源是被这个过度的使用的时候，我能够透过 Agentic 自动去呼叫一个Turbonomic 的流程，让我把 right sizing 的动作做一个自动化，所以我能够把整个侦测预算的 shifting 到闲置资源的侦测到自动执行。规模缩减的流程，让你的 FinOps 不是单纯只是从报表为角度去看我如何省钱，而是直接透过它帮你做一个优程的最佳化。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能够谈到。另外是现在很流行谈 AIOps， 过去大家做 AIOps 很多时候用监控为角度，我收了很多不同的资讯进来。OK， 我收了很多不同的资讯进来，我怎么样在不同的系统里面，从资讯里面的角度收到的问题、收到的 log、发现的 alert， 透过这样的架构，自动去触发一个修复的工作流。从过去我发现问题，我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工具能够帮我发现问题，但我发现问题到我解决问题，到我找出它的关联性，我需要花非常多数小时的时间。如果我透过 Agentic 的架构，把这一些流程做一个自动化的整合跟调阅，我在发生问题的当下，能够自动去把 reference 相关不同的系统，从网络的角度来看看，从 Infra 的角度来看看，从 AP 的角度来看看，从 Resource 的角度来看看，从不同的角度各自找到对应的问题，找出它的 root cause， 能够做自动的修复流程。这也是另外一个 Agentic AI 在 AIOps 上的一个应用，甚至能够导入到自动化的部署。我可能发现的问题是因为我 concurrent 不够了，我的硬体资源消耗的过大，所以我的 concurrent过大，导致我的 capacity 是不够的。以前的流程是我需要人工去 expansion 不同的 source 来做这件事情，透过Agentic IAC 的自动整合，从手动化的脚本转变向自动化的修复，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过程中自动生成出我要的 IAC 的 scripting。透过这些 scripting 自动的去部署，来满足我最大的 KPI， 我的 concurrent 要能够完成，我的回应时间得降到多少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Agentic 把不同的工具做整合上的另外一种实务的情境。还有一个就是从静态的资产大家最近在谈所谓的这个 IT 资产的时候，还有很多是用一些基本的架构透过手动的方式去做处理，我能够及时的映射做一个资产的 topology。因为这个过程之中，我知道我的 AP 架构，我知道我的 infrastructure 的架构，我知道我的 hybrid cloud 的架构，能够自动化的去产出我对应的 topology 跟 mapping。那同样这些 topology 跟 mapping， 我就能够自动的去做很多不同的情境。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它的感染源从哪里，会影响到哪些主机？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做自动的 expansion？我自动 expansion 的过程之中，我的财务成本又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是透过 Agentic AI 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工具整合起来之后所带来的重效。给一个范例它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NCP 的架构进来之后，它就希望我们把现在手上用的这些工具能够整合到一起，整合的条件与标准用的是任务为导向。所以我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任务，我就希望这一些工具之间应该怎么样去做调配跟使用。好，举例来说，我可能在某一天晚上找到一个监控的情境我的 AIOps 侦测到我某一个 cluster 它有异常的扩容，导致我的整个效能降低了。以前的流程是我找到效能降低，所以我就发信给 ABC。叫 ABC 起床，半夜的时候，所以 ABC 起床开始看问题是什么，再来找 AP， 再来找网路，再来找 DB， 再来找 storage 等等，最后找了半天，发现没有人愿意 take 这个 ownership， 所以导致这个问题就一直持续的发生。但是现在在 MCP 的架构底下，把这些工具整合起来会变成怎么样呢？我发现了 cluster 有异常的扩容，导致我的效能降低了。我检查一下，这个环境是什么？在我的资产系统里面，大概检查一下这个环境是什么。这个扩容会影响哪一些服务我确定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可不可以做自动的 expansion？ 我要做自动 expansion 之前，如果它在云端上，我可不可以去 FinOps 检查一下，跟我的 budgeting 有没有这样的处理的流程？我要在这边去做 apply， 我要扩充，我要扩容，我要扩充我所有的 VM， 到底成本上应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我让我的自动部署的工具 IAC 能够帮助我修改它对应的 configuration， 让我的服务能够扩充到一个符合现在 capacity 的一个架构。所以你看到这个过程之中，其实它跨了不同的工具，
甚至跨了不同的部门。所以透过这样的平台跟整合，其实不单纯只是流程跟工具上的一个提升，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整个组织架构从过去单点 silo 式的组织架构，能够整合到一个平台的角度，任务为导向，透过这个任务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情境。所以这是刚刚那个范例，我从一开始的侦测，到后来的检查，到后来的判断，到最后执行扩容，然后完成结果回报，问题解决。你看到这个过程之中，它跨越了很多不同的工具。那我这些过程工具过去我要把它整合起来，就得靠很多 coding 的方式，靠很多平台的方式。现在透过 MCP 的架构，我就能够把这些事情自动的整合起来，透过 MCP 的 protocol 跟 API 的整合，然后我就能给它一个任务导向，请你帮我把所有系统24小时内的运作，它的系统效能都要维持在什么样的服务水准里面。如果发生问题，你采取这样的流程跟架构，自动的去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它能够做到一个完整的架构。好，所以各位已经感觉到 Agentic AI 能够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带来多少的改变。那为什么 Agentic AI 非常重要？除了它非常好用之外，刚刚提到了很多情境它非常好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我怎么样去框定它的范围。所以它必须要有 governance， 所有的 Agentic AI 都必须要透过管制它的范围，管制它的权限，来满足我所有的管理架构。举例来说，我的 IBAC 都要经过 RBAC 的审核，所以我的流程应该怎么样设计？我要能够 tracing 它决策的过程，它产出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流程要能够跟我企业内的流程做一个整合。有些地方我需要人工的审核来确保问题的发生情境是如同我所想象的。所以这个是 IBM 的架构里面，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 Agentic AI 的方案。除了在整合工具面上 ，automation 的工具面上，另外是我可以在整个 boundary 上做一个完整的架构跟control。IBM 有什么优势？在这个过程之中 ，IBM 非常拥抱 NCP 的标准，整个系统跟平台都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整合。刚刚提到的 Trust 在架构面上怎么去设计它的 boundary。合规、安全、确保资讯的隐私，都能够透过这样的架构来做完成。最主要的是 IBM 的 automation 上，刚刚给各位看到的，我们提供非常多不同 domain 的工具，能够帮助各位解决你所面到的问题。所以透过 Agentic 能够帮你把这些流程整合起来，复杂的 IT 维运、FinOps 的流程、资产的管理等等，都能够透过它来做一个整合。所以 IBM 有3个优势：开放的生态、Trust 的等级以及针对性的场景，都是 IBM 能够提供出来的一个特别的优势。好，所以一个范例给各位参考，不同的链路在整合面上，我可以做哪些事情？好，那从不同的面向里面，最终它可以整并到同一个 NCP 的自动化的闭环里面来做完成。好，所以时间也差不多，最后给各位一些总结从过去的手动化。到后来我们谈 Ops， 到现在谈 Agentic，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技术面上、流程面上，刚刚跟各位做分享，一些效益上给各位参考。速度从过去我还是要花上几小时，甚至很多时候很多 silo 的沟通，很多 communication 的成本，我建 war room 的成本等等。到现在，因为 Agentic 赋予它重要的任务，能够自动化的去调用不同的工具之间的架构。成本上，以前我是很被动的，只能支出对应的账单。现在我能自动化拦截我所需要确定的事情，所以我在做每一个过程之中，我能够确保它能够符合我的预算跟架构。准确性来说，当然人工操作必有问题啦，人多必有枯枝嘛，所以操作面上人工的失误怎么样能够 traceable？ 但透过自动化的部署，透过标准化代码的生成等等，它能够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最重要，孤岛式的流程能够转变成一个统一平台的协作架构，不单纯只是技术面上，包含组织面上的流程改造数位化，所谓的数位转型，都能够透过这样的工具把流程定义起来。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自动化闭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整个 capacity 以及我整个 stability。好，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让大家更 focus 在我们的目标，能够把整个 IT 的 operation， 把整个技术的闭环做得更好。
所以几个结语给各位参考哦。未来的自动化不单纯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它帮你写程式啊，它给你不同的 sample code， 当然它很重要，我相信做简报啊，它很重要，但是要能够让它导入企业级的应用，更多的时候是要跟既有的环境能够做一些整合。所以 Agentic 能够帮助你把目标任务之间的关联性建立起来，透过他手上有哪一些工具可以在环境里面去做调用，帮你把复杂的问题整合起来，实现你所要的战略目标的设定跟实现。最后，别让你的 AI 仅止于使用聊天，这也是刚刚提到了 95% 的这个企业导入 Agentic AI 这个 LLM 模型都非常相对失败的原因在于，我们不单纯只希望它解决我们日常 operation 上的问题，我们希望让它能够更深的给它权限，让它能够帮我把很多自动化的流程给整并起来。好，所以今天很荣幸跟各位分享这一些新的架构。那各位也从过程中看到 IBM 其实在这一段上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我们也在这个市场上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我们的 Automation Portfolio 提供了非常多不同面向的解决方案，都希望帮助各位各位企业主也好，各位 IT 主管或非 IT 的主管也好，在这个 IT 的世代上面，在这个 AI 浪潮的世代上面，能够走得更稳，能够走得更稳健，能够走得更成功。好，以上跟各位20分钟简单的分享各位有任何问题，欢迎寻找 IBM 的业务伙伴以及技术伙伴来提供给你更专业、更完整的解决方案。谢谢。非常感谢今天所有讲者的专业分享。在这个下午，我们从循环经济的宏观视野，深入到产业制程的优化、企业储能的布局，最终我们回到以 AI 驱动的智慧决策核心。这趟旅程清晰地勾勒出永续不再只是成本，而是驱动下一波成长的绿色竞争力。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为各位带来启发。DG Times 2026永续科技论坛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见。